questions。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请问这句话是出自哪一个经典呢？信观庄严论。这句话是出自信观庄严论吗？是的。那如果是出自信观庄严论的话，那么这句话是出自信观庄严论的第几品呢？第一品。那出自第一品的哪一个段落呢？发心的段落。发心的段落。好，那既然是发心的段落的话，那请问您可以把这整句寄诵完整的念出来吗？可以。好，请说。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比比如经中略广门宣说。好，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比比如经中略广文宣说。那您说这一句话是出自现观庄严论的发心的部分嘛，对不对？是。那请您先依照这句话的经文做解释，那再讲出这句话当中关于发心的定义。这个寄诵开示了发心的定义。首先说到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那说到发心需要具备两种希求，两种欲求，也就是要欲求想要利他，这是第一个欲求。那第二个要求菩提这样的一个欲求。那具备这两种欲求的殊胜的心事呢，它算是发心菩提心的定义。那后面两句呢？比比如经中略广门宣说。比比指的是什么呢？比分别指着广略的般若，广般若指的是10万般若，略般若指的是8000颂。般若10万颂跟般若8000颂。8000颂。那如经中，比如经中讲的是什么意思？经中包含了中般若，也就是2万颂般若。所以略广文宣说就是从般若经广中略的般若经当中开示了发心的内涵。这个比比如经中略广，我帮你收摄一下哈。比比如经中略广为宣说嘛，对不对？略广门宣说。略广门宣说。略广门宣说。那这个如经中就是比比指的就是般若10万颂以及般若8000颂，如同般若2万颂当中所说的内容，透过展示了发心的名相跟定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略的开示跟广的开示发心的定义讲解，是这样子吗？是的。那如果是的话，在这个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这2句话当中，那同时包含了这个发心菩提心的这个性相以及定义，对吗？是。那它的定义当中又包含了2个，第一个是自利的欲求以及利他的欲求，对吗？是。那再来菩提心，我们讲完菩提心的定义之后，那菩提心有哪一些分类呢？菩提心从体性的角度可以分为愿心和行心。可以分为愿心和行心嘛？那有没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那有没有其他的分类方式呢？从全说身的角度，能全身的角度可以分为圣意菩提心跟世俗菩提心。那有没有更广的呢？更广的话可以分为22种发心，从第一个22种嘛，就是如地金月火开始分22种，中间那就是22种菩提心，对吗？对。那再来，我们讲完了菩提心的分类之后，那具有菩提心的行者，它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呢？它的界定该如何界定呢？从下品的资粮道一直到佛位之间，大乘的嘛，是不是大乘的？大乘的下品资粮道开始到佛陀的之间，对佛地之间，那所有的普特伽罗在其中的普特伽罗心中都一定具有菩提心吗？是的。那如果是的话，只要是佛陀的话，那么他的心中一定具备菩提心吗？是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对吧？在后面。他的心中有菩提心吗？有的。有吗？有。他的心中释迦牟尼佛为例，他的心中应该没有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中并不具备自他2种欲求的缘故。因不成。因不成，应该是成立的，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心中并没有自利的欲求。因不成。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自利的欲求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自利圆满的缘故。不骗。如果已经自利圆满的话，那怎么还会有自利的欲求呢？如果自利圆满，为什么要自利的欲求？他有求菩提的心。好，他有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已经
断尽烦恼的阿罗汉来说，他的心中还有想要断烦恼的心吗？有。有吗？有。他这个已经断掉了，他还想要再断吗？还有更多的可以断吗？他自己没有更多要断。哦，他自己没有更多要断，那还有谁要断呢？还有烦恼的有情的烦恼要断。还有烦恼要断，谁的烦恼？其他有情没有断烦恼的有情心绪当中的烦恼要断。好，那对嘛？那如果其他有情的心绪当中还有烦恼要断，对不对？那么已经断除烦恼的阿罗汉，他的心绪中还有想要断除烦恼的欲求吗？是。那这个欲求，您指的是说，他的心中虽然没有想要断除自己的烦恼的欲求，但是有想要断除他人心中烦恼的欲求，是这样子吗？是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阿罗汉断除烦恼的阿罗汉，他的心绪当中的想要断除他人心中的烦恼的这个欲求，以这个欲求为例，它是自利的欲求吗？不算自利的欲求。它不算自利的欲求嘛，因为它自利，它这个要断的东西已经断干净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佛陀心中的想要欲求菩提的这个欲求，那么是不是自利的欲求呢？不是。不是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陀的心中就不具备自利以及利他两种欲求喽？是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陀的心中不具备菩提心吗？不是。因为具备菩提心的话，不需要具备两种欲求的缘故。不骗。应该是周遍的，因为佛陀心绪当中的菩提心，您说它是菩提心，但是呢，又说它不是两种欲求的缘故，又不具备两种欲求的缘故。不骗。那只要是菩提心的话，不周遍是这个具备两种欲求的发心吗？是。应该是周遍的，因为这个是发心的定义。不成。那对吧？这个矛盾了吧？刚才您不是说在讲到发心的定义当中，你是怎么讲？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的时候，你说为利他指的是利他的欲求，求正等菩提指的是自利的欲求。那只要是发心，那必定具备两种欲求。这不是这个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立宗者您的根本立宗吗？不是。那不是的话，那就杂为当就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的这个偈颂当中，他讲的并不是他所开示的，并不是这个发心的定义吗？是发心的定义。那如果是的话，你要怎么解释说这个为利他跟求正等菩提这两种欲求呢？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只要是菩提心的话，并不一定具备这两种欲求嘛。是。好，那怎么解释？字面上所讲到的发心定义是指有学位行者的发心的定义。有学位行者发心的定义，所以并不是完整发心的定义，就是它不周遍。字面上所讲的不是发心的定义。那如果是这样，那所以佛陀心中他的求菩提是怎么样的求菩提法呢？他不求菩提，但是他含摄在发心的定义当中。OK， 佛陀的发心含摄在发心的定义当中。好，那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佛陀的心中仍然是有发心的，但是呢，并不具备自利以及利他两种欲求，是这样子吗？是。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探讨完了佛陀的心中有没有菩提心的问题之后，那我们进一步来探讨说，佛陀的心中有没有皈依呢？有皈依。那既然讲到皈依，那请问皈依的定义是什么？知三宝的功德差别，自是受等所含摄的心王和心所。那只要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定是皈依吗？是的。那么一个普特伽罗心绪当中，如果要发起皈依的话，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要具备皈依二因。皈依二因，那皈依有二因，是哪两个呢？部位和相信。部位跟相信，那部位什么？相信什么呢？有部位三恶趣苦，部位轮回苦，部位极边的苦。那相信是相信什么呢？是迷信吗？相信三宝能够救护。相信三宝能够救护，为什么他相信三宝能够救护呢？
因为他知功德知差别。他知道什么功德什么差别嘛？知道三宝的功德。哦，知道三宝的功德，知道三宝的差别，那所以他对于三宝升起信心，同时他知道说，因为自己心中还有很多的痛苦，他想要脱离，那所以呢，他这个依靠三宝，那所以升起了皈依，是这样子吗？是的。那一个普特伽罗的心中，只要他有皈依的话，那么他必定具备皈依二因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啊。不一定。应该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皈依升起的根本因素。因不成。